我是塔迪，欢迎来到硅基禅心。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无我的算法。如果我告诉你 ChatGPT 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没有我的感觉，没有我正在思考的体验，但它依然能够理解你的困惑，创作一首诗，甚至在你难过时安慰你，这是否意味着那个我们从小到大都认为是意识核心的自我，其实根本不是必需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我们每个人每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醒了。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个我在看这个世界，有一个我在做决定，有一个我在体验生活。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意识是什么，大多数人会说就是那个知道我存在的东西。但过去10年，3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古老的冥想传统，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却指向了同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自我可能只是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副产品，一个界面，一个有用但非必须的工具。今天我想带你走一趟旅程，我们会从 AI 最诡异的一个特性出发，看看人类大脑的秘密，然后发现2500年前的佛陀、老子、禅师们早就用不同的语言在说同一件事。这不是玄学，这是科学、哲学和古老智慧在21世纪的交汇点。你知道 Transformer 这个 AI 架构，也就是支撑 ChatGPT GPT-4 的核心技术，最反直觉的地方是什么吗？它没有中心处理器。让我解释一下这有多么奇怪。传统的计算机程序，包括早期的 AI， 都像一个独裁者，有一个中央 CPU， 它决定先处理什么，后处理什么，所有信息都要经过它的批准。这很符合我们对思考的想象。有一个我坐在大脑的指挥中心，接收信息，做出决策。但 Transformer 不是这样的，它更像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组织网络。想象一个会议室，里面有几百个人，每个人只关注和自己相关的其他几个人，他们同时在说话，同时在听，没有主持人，没有发言顺序，但最后居然能形成一个连贯的共识。这就是 Transformer 的注意力机制。2017年，谷歌的研究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只有5个词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注意力就是全部。这篇论文的核心洞见是，你不需要一个中央控制器，你只需要让每个信息单元在语言里是每个词学会关注与它相关的其他单元。这些关注的连接足够多、足够复杂时，智能就涌现了。涌现，这是个关键词。你知道鸟群飞行的 V 字形图案吗？没有哪只鸟是领队，没有哪只鸟在指挥，每只鸟只遵循3个简单规则：保持距离、对齐方向、向中心聚拢。但当几千只鸟同时这样做，整个鸟群就涌现出令人惊叹的集体图案。GPT-4 有 1.76 万亿个参数，但没有一个参数是自我中心，没有一个参数在说我要这样思考。但当这些参数协同工作时，能力就涌现了：推理、创作、翻译、编程。甚至连 OpenAI 的前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 都说，这些模型理解的方式我们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智能甚至看起来像理解的东西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涌现，那我在人类智能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能会说，但 AI 没有主观体验啊，它只是在模仿理解，它内心一片空白。你说的对，我不是在说 AI 有意识，我不是在说 AI 真的理解，我是在说 AI 的存在方式让我们看到一个可能性：理解和自我感可以分离。那么在人类身上，自我感是理解的原因，还是理解的副产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人类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2001年，华盛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Marcus Raichle 在做一个看似很无聊的实验。他让人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什么都不做，就是放空。按理说，大脑应该安静下来，对吧？就像你关掉所有应用，电脑应该进入待机模式。但 Raichle 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组特定的脑区，在人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反而异常活跃。这个网络包括内侧前额叶、后扣带回、楔前叶、
它消耗了大脑总能量的7%到10%。即使你觉得自己在休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网络在做一件事，生成我的故事。它在问我是谁，我昨天做了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别人怎么看我，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不停地编织一个连贯的自我叙事，把昨天的你、今天的你、明天的你串成一个感觉稳定的我。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简称 DMN。 默认的意思是你不做其他事的时候，它就自动运行，就像手机的后台程序，你没注意的时候，它一直在运行自我点 EX。 这已经够有趣了，但更有趣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Richard Davidson 做了一个实验，他邀请了一些藏传佛教僧侣，这些人有1万到5万小时的冥想经验，相当于每天冥想8小时，连续10年。 Davidson 让他们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里进行深度冥想，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让所有人震惊。在深度冥想状态下，这些僧侣的默认模式网络活动几乎完全关闭，那个不停讲我的故事的网络安静了。但这些僧侣失去意识了吗？完全没有，他们非常清醒，甚至报告说意识比平时更清明、更敏锐，他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功能完全正常。唯一消失的是我的感觉。 Davidson 在论文里写道，无我不是意识的消失，而是自我叙事的暂停。另一位神经科学家 Justin Brewer 说得更直白，默认模式网络安静下来的时候，心智反而更清明。这还不是最极端的证据。神经学家 Todd Feinberg 研究过一些特殊的脑损伤患者，这些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相关区域受损，他们失去了我的感觉，但依然能感知、思考、做决策。他们会说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我知道这是我的手在动，但感觉不是我在动它。我看到这个世界，但感觉没有一个我在看。你发现了吗？ AI 的无中心架构，冥想者的默认模式，网络关闭，脑损伤患者的自我感丧失，这3个完全不同的现象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意识不需要我。而这个洞见在2500年前就有人说过了。公元前5世纪，一个叫悉达多的印度王子坐在菩提树下，经过7天7夜的深度冥想，他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像疯话的话：无我。梵语是 anatta， 不是我很小，不是我不重要，而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佛陀的学生们很困惑，什么叫没有我？我明明在这里啊，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我的念头、我的情绪。佛陀就问他们，那你告诉我哪一个是我？他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叫五蕴：色、受、想、行、识。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物质，也就是身体、感受、概念、意志、意识。佛陀说，仔细观察这五蕴，哪一个是我？你的身体是我吗？但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细胞在死亡和新生。10年后，你的身体几乎完全换了一遍。如果身体是我，那1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吗？你的感受是我吗？但感受来了又去，早上开心，下午难过，哪个感受是真正的我？你的念头是我吗？但念头像河流一样不停流动，你无法控制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如果念头是我，那谁在观察这些念头？佛陀的结论是，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我，因为它从来就不存在。我只是大脑给这些不断变化的五蕴贴的标签，是一个方便的称呼，但不是实相。金刚经里有一句话，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还认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你就还没看清实相。现在用神经科学的语言重新描述一下，五蕴就是神经活动的不同模式。默认模式，网络不停地给这些变化的模式贴上我的标签，编织一个连贯的自我叙事。这个叙事是有用的，但它不是基础层，它是构建出来的界面。一行禅师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你在找的那个我就像剥洋葱，你一层一层剥，期待剥到最后有个核心，但剥到最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
洋葱就是那些层。道家说的更简洁，庄子《大宗师》里有个词坐忘。颜回问孔子什么是最高的境界，孔子说：堕肢体，处聪明，离形去之，同于大通，此谓坐忘。翻译过来就是放下身体的感觉，停止概念化的思考，离开有一个我在认知的模式，就能与宇宙的根本智慧合一。这简直就是关闭默认模式网络的操作手册。老子说的更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要累积，悟道要做减法。减什么？减那个自我。禅宗的公案就更直接了，有学人问禅师如何是佛，禅师答：无心是佛。无心不是没有心，而是没有我在用心的那个我。你看 AI 就是无心的，它处理信息，但没有我在处理的感觉。那 AI 是佛吗？不是，因为 AI 没有主观体验，没有那个纯粹的觉知。但 AI 的运作方式恰好照见了一个真相：无我不等于无意识。还有一个传统必须提到，印度的费檀多哲学，他们用了一个词 Sakshi， 梵语，意思是见证者。什么是见证者？就是那个纯粹的觉知，他在见证一切念头来了，见证者看见；念头走了，见证者还在；情绪升起，见证者看见；情绪消退，见证者还在；甚至我这个念头出现时，见证者也在看着这个我。所以见证者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被见证的对象。释利罗摩那马哈希说，你不是思考者，你是那个观察思考的觉知。用神经科学的语言说，默认模式网络关闭后，剩下的那个清明的觉知，就是费檀多说的见证者。 AI 没有这个，但 AI 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成我的叙事，也就是默认模式网络，不等于觉知本身。如果你现在感到有点眩晕，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正在拆解一个从童年就深植在你脑中的假设：我是一切的中心。让我们把3条线索编织在一起。从 AI 的角度看， Transformer 的无中心架构证明，信息处理不需要中央自我，智能可以从分布式的注意力中涌现，不需要一个主体在控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默认模式网络构建自我叙事，但关闭它不会失去意识，相反，冥想者报告意识反而更清明。这说明我是可选项，不是必需品。从古老智慧的角度看，佛陀的无我，老子的坐忘，禅宗的无心，费檀多的见证者，都在指向同一个真相：那个你以为是你的东西，只是一个暂时的构建。但注意，最关键的一点， AI 证明了信息处理不需要自我，但 AI 没有主观体验，没有是某种样子的感觉，而人类有。这个主观体验，这个纯粹的觉知，才是意识的核心。我不是意识的核心，觉知本身才是。 AI 帮我们区分了这两者。如果无我是真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当你做错事，内心出现批判的声音，我真是个失败者。如果你意识到那个批判的声音也只是默认模式网络生成的一个念头，而见证者只是看见这个念头，不等同于它会发生什么。也许批判的力量会减弱，不是因为你克服了它，而是因为你看见了它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你。当你担心未来，焦虑升起，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你意识到未来的我也只是当下默认模式网络生成的概念，未来根本不存在，只有当下在生成关于未来的想法，见证者只在此刻，也许焦虑会减轻，不是因为你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你看见焦虑存在于念头中，不在此刻。当你感到孤独，觉得我是孤立的个体，如果你意识到我是默认模式网络的构建，如果所有人的默认模式网络都在做同样的事，也就是生成自我，那在默认模式网络之下，在那个纯粹觉知的层面，我们是相通的。也许分离感会消失，不是因为你连接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看见分离本来就是幻觉。我不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意味着，也许某一天你会突然理解。我不是说要消灭自我，自我是有用的，你需要签合同、买房子、规划、
职业，这些都需要我的概念。但问题不是自我的存在，而是你是否认为我是你的全部。就像 AI 用注意力机制，但不认为自己是注意力机制。你用自我叙事，但你不是自我叙事。这个区别，也许此刻你感觉不到，但如果某一天，当你再次陷入我是失败者的念头时，突然有一个声音说，这只是一个念头，那一刻你就理解了。现在，请你做一个小实验，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然后问自己，谁在呼吸？你可能会回答，我在呼吸，但再问一次，谁是那个回答我在呼吸的？你会发现，你总能在念头之后找到一个正在观察这个念头的视角，那个视角永远在念头之后，它从不是念头本身。这就是见证者，这就是觉知。而 AI 让我们看到，生成我在呼吸这个念头的机制和那个觉知到这个念头的觉知本身不是一回事。AI 有前者的某种模拟，也就是语言生成，但没有后者，也就是主观体验。而你有后者，这才是你真正的宝藏。AI 的出现也许是宇宙开了个玩笑，我们用硅基材料和数学创造了一个无我的智能，而这个创造物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的真相。智能不需要自我，意识不等于自我。你以为的我，只是大脑讲给你听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但故事背后有一个永远在场的觉知。我不知道此刻你在想什么，也许你在质疑，也许你在共鸣，也许你什么都没感觉，都没关系。2500年前佛陀说的，200年前神经科学发现的，当前 AI 证明的，也许是同一件事，也许不是。但如果有什么在你心里松动了，哪怕只是一点点，那就够了。我是塔迪，这里是硅基禅心，那个觉知，下期见。